国庆回老家的高铁上，女友为了和竹马坐一起，直接占了旁边一位妇女的座位。她不知道，那个朴素的中年妇女正是当地黑社会头目的太太，而那个黑社会的头目是出了名的爱妻如命。小雨，能不能别每一次我和博达在一起你就这么敏感？我告诉你啊，这次你别给我多事。博达刚做完手术出院，这个座位他必须得坐。女友柳如烟压低嗓音的警告让我回神。我看了一眼站在座位旁边一脸为难的中年妇女和已经伸出手要去阻拦柳如烟的我意识到自己真的重生了。上一世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阻拦了柳如烟，让那个中年妇女一路坐到了目的地。下车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看起来朴素的中年妇女竟然是我们当地最大的黑社会头目的太太。正因为我阻拦柳如烟抢人家的位置，她才得以逃过这一劫，并且后面又因为有了这个缘分，柳如烟借着黑社会头目的势力创业成功，成了家喻户晓的商界新星。可他的竹马季伯达却因为赌气坚持不坐柳如烟的座位，站了一路回去，导致久战刀口崩开，在医院抢救了1天1夜之后，因为大出血而亡。柳如烟平静地帮他办了丧事，随后和我结了婚。可就在结婚当天，他硬生生撞断了我的双腿，并带着急需抢救的我给我买了站票，带着我坐了3天3夜的高铁。最后他看着我，一脚踩上了我断掉的双腿。小雨，当初要不是你阻止我，博达根本就不会死。你就是一个嫉妒成性的害人精。今天我就要让你给博达陪葬，去死吧！他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血流尽，死在了疾驰的列车上。不寒而栗的回忆让我的脸色愈发苍白。我朋友刚做完手术，这个位置你就让给他吧。我看你身体不错，站一会儿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给老弱病残让座是传统美德，人别太自私。他语气理所当然，双手抱胸。柳如烟的话让我微微回神，一直在旁边没讲话的季伯达扫了我一眼，随后拉了拉柳如烟的衣袖。嫣嫣，我看小雨有点不开心了，别因为我的事情你们俩再闹矛盾，实在不行我就站着回去吧。季伯达又开始摆出上一世那副死样子，一边说着话一边要起身了。明明柳如烟有座位，倘若他要是真的难受，坐柳如烟的位置就可以了。可他偏偏要假借我生气的名义，赌气要站着，要柳如烟把愤怒都发泄在我身上。这一世我才不会那么傻。我想到上一世出战时看到的那黑社会老大对他妻子的疼爱，嘴角泛起一抹微笑，看着正狠狠瞪着我的柳如烟淡声道：我可没生气，你俩的事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和我没关系。说完我就坐回了自己位置，直接把耳机塞在了耳朵里。柳如烟听到我的话愣了一瞬，但她很快就没有精力再管我，因为那个中年妇女已经趁着刚刚季伯达要起身的空档，把自己的包放在了座位上。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垮了下去，她拎着那妇女的包狠狠地摔在了地上。你什么意思？我刚刚和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我朋友刚做完手术出院，你就不能让一让吗？怎么这么没素质啊？那妇女看着被摔在地上的包也有些急了，说话的声音里都有了哭腔。这包里是我给我老公带的农村的笨鸡蛋，给他补身体的，你这么一摔鸡蛋肯定都碎了。他有些笨拙地弯下腰，打开袋子，一阵浓浓的腥臭味扑鼻而来。果然那一袋子的鸡蛋全部都碎成了黄色的鸡蛋汤，在拥挤的人群中很快就从袋子里面流了出来。周遭的人都捂着嘴躲在了一旁。季伯达看了一眼，转身捂着嘴就开始干呕。柳如烟见状，一脚把那包踢出去了老远。碎了就碎了吧，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把钱赔给你，连带着你这个座位我们也买了。柳如烟一边说，一边在衣兜里掏出500块钱扔在了那鸡蛋液里。那妇女把钱从鸡蛋液里一张一张拾了起来，然后放在了季伯达身前的小桌板上。小姑娘，这钱我不要，我就要我的座位。其实我前段日子也刚刚做了手术，我这腿受了重伤。医生叮嘱千万不能久站，这座位是我老公抢了3天3夜才抢到的，多少钱我都不会。季伯达看着眼前带着鸡蛋液的500块钱，一脸嫌恶地把钱推到了地上，拉住了柳如烟的手。算了吧嫣嫣，这位置我不坐了，真的又脏又麻烦。说着季伯达再次站了起来，可还没等他起身，柳如烟就拦住了他。博达听我的，你就乖乖坐着。柳如烟满眼温柔地安抚着。季伯达再次坐下后，看着那妇女瞬间暴怒，他一把抓住那妇女的衣领，瞪圆了双眼嘶吼：你说你腿做了手术就做了手术，证据呢？我看你就是不想给别人让座。你也老大的年纪了，我就不懂了，怎么就一点爱心都没有呢？周遭的乘客也纷纷上前劝阻。大娘啊，我看你这样子也是常年干粗活的，咱们站一会儿就站一会儿。小伙子刚刚做完手术，身子弱，咱们就让他吧。是啊，出门在外大家都不容易，别太斤斤计较。我突然想到了上一次出战的时候，瞥见这个妇女走路不大灵光的样子，意识到她说的话也许是真实的。想到去年带着母亲去看病的时候，身旁那个小姑娘给母亲让座的样子，我心突然就软了。这一世我又没有要求柳如烟让座，
我把我自己的座位让出来总可以了吧？想到这，我拿下耳机，朝着那名妇女摆了摆手。大姐，你来坐我这里。那妇女连连摆手拒绝，但我拉着她坐在了我的位置上。坐吧，我平时坐的多了也累，你好好休息休息，等我站累了就告诉你。那妇女看着我，隐忍了许久的泪终于掉了下来。她在衣服上擦了擦满是蛋液的手，握住了我的手。小伙子，我兜里没有钱，我知道这恩情钱报答不了，但你放心，等一会儿下了车见到了我老公，他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我溢出一抹笑，算是礼貌地回了他，随后转身朝着车厢连接处走。一方面我怕我站在这里他坐得心里不安稳，再一个我真是懒得看季伯达那副死样子，我让的是我自己的位置。我以为就算季伯达再能坐，这一次总不会再出问题了。可刚刚过去2站，车厢里面就再次传来一阵嘈杂的吵闹声，我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柳如烟就在连接处找到了我，拉着我的手腕就到了座位那。小雨，这是你的座位，你说了算。你说你的座位是让伯达坐，还是让那个恶心的大妈坐？我看了眼座位上的季伯达，他正捂着腹部在那哀嚎。嫣嫣，我疼，疼得要死了。柳如烟见状，也等不及我回答了，上前就开始推搡着坐在我座位上的妇女。还赖着干什么？赶紧起来！没看到我朋友刀口疼吗？他现在需要躺着，赶紧起，赶紧起！柳如烟这一下子用了不小的力气，我后背直接撞在了对面座位的扶手上，后背瞬间传来一阵钻心的刺痛。那妇女直接被柳如烟推得栽倒在地，宽松的裤子退到了膝盖，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妇女腿上从膝盖一直贯穿到跟腱的刀疤，显然刚刚的碰撞是磕碰到了旧伤。那妇女脸色惨白的捂着小腿蜷缩在地上，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的往地上砸，对比着嚎叫了半天还面色红润的季伯达，我知道这个大姐是真的疼极了。想到这，我强撑着力气站起来，指着大姐腿上的伤看向柳如烟，语气也愈发急躁起来。柳如烟，你到底有没有良心？你看这大姐的腿是真的做过手术，这么对人家动手，你觉得合适吗？赶紧把座位给我让开，不然我就成警了。我按揉着刚刚被撞得刺痛的后腰，朝着柳如烟摆手。赶紧起来，你去服务中心叫个医生给这个大姐看看。想到上一世柳如烟因为季伯达对我的怨怼，我又加了一句，顺便再去帮季伯达协调一个座位。可我话还没等说完，柳如烟就猛地在座位上弹了起来，她一把扯过我的衣服，翻出我的手机，直接摔在地上踩了个稀碎，随后一巴掌朝我扇了过来。小雨，我不收拾你，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吗？伯达不需要别的座位，他就坐在这里。至于那个蠢货死不死和我有什么关系？他怒吼着摔碎手机后扇向我。那个妇女缓了好久，方才坐在地上直起身，她看向柳如烟的方向，缓缓开口：小姑娘，就快到站了，你把我的座位还给我吧。我老公说好了，今天过来接我，他脾气不好，看到我受委屈会冲你发脾气的。柳如烟看着瘫在地上的妇女，扑哧一声笑了，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放肆。老东西，你当我柳如烟是被吓大的吗？你老公会怎么冲我发脾气啊？掰断我的手指还是打断我的腿？我好怕，你可千万别让你老公受着。有什么脾气就尽管发，我今天还真的想长长见识了，我倒要看看一个农村妇女的老公到底有多大的脾气。小姑娘，她这一次还没等那妇女把话说完，柳如烟就上前一脚踏在了那妇女的伤腿上，伴随着一声凄厉的哀嚎，柳如烟扯着那妇女的头发，一巴掌扇了过去。别老他的，他能把我怎么样？我就这么弄他老婆，一会儿我倒要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伴随着一阵尖锐刺耳的刹车声，火车进站了。隔着玻璃窗，我看到了站外那个被一群壮汉簇拥着的翘首以盼的黑社会头目。眼尖的下属显然已经看出了那妇女的不对，所以我们刚一出站，就被一群彪形壮汉团团围住。男人上前一把把那妇女抱在了怀里，满眼的焦急。怎么回事，老婆？我给你抢到票了，怎么会伤成这样？他满眼焦急，抱起妇女，那妇女还没等回话，就直接晕在了他怀里。男人瞬间就冷了脸，额头脖颈青筋暴起，扫了一眼我们后，发出一声怒吼：怎么回事？我老婆被谁伤成了那副样子？今天不说清楚，你们一个都别想离开！沉闷的声音中带着杀气，我正想上前把事情解释清楚，柳如烟抢先一步上前指着我，厉声开口：是他抢了你老婆的座位，才让你老婆在车厢里受了伤。不信你问大家。他指着我厉声开口，然后迅速朝着身后的人们使眼色。有些聪明人瞬间就明白过来，眼前的男人一副不好惹的样子。在火车上他们又都没有替着妇女说话，眼看着有了替死鬼，他们恨不得立刻甩开责任离开，于是立刻上前跟着附和：对，就是他。他说他自己腿疼，上车就抢了你老婆的座位，我们3番5次的劝阻都没用。你老婆的腿就是被他踢伤的。你老婆说自己腿疼不能站，他直接就朝着你老婆的伤口踢了上去，都是他弄的。男人眼底闪过一抹寒光，他上前死死地扼住了我的喉咙，随后在衣袖里划出一把匕首，就顶上了我的喉咙。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他扼住我的喉咙，匕首顶在喉咙上，
脖颈间传来一阵钻心的刺痛，冰凉的刀尖已经划破了皮肤，丝丝温热的血迹顺着脖颈往下流。我反复吞咽着口水，强迫自己冷静。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我把我的座位让给了你老婆。你老婆还说等下车之后你会好好感谢我。就是他，别听他胡说八道。柳如烟在身后发出一声暴喝，身后的人也跟着呼应。是啊，你是相信我们一群人，还是相信他自己？别信他的话。男人的眼底涌上一抹狠戾。好啊，这么欺负我老婆，你看我弄不弄死你？他一把扯掉我的裤腿，拿起匕首就狠狠地朝着我的小腿刺了上去，血瞬间就染红了小腿。透过人群的缝隙，我看到柳如烟和季伯达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我紧闭着双眼，心中哀叹：难道重活一世，还是免不了惨死的结局？绝望之际，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大哥，嫂子醒了。洪刚，你要干啥？身后响起一个虚弱的声音。我转过身看过去，真的是车子上的那个大姐醒了。柳如烟眼底闪过一抹紧张，她朝着我身前这个叫洪刚的男人扯开嗓子嘶吼：大哥，你干什么呢？还不赶紧让人把嫂子送医院啊！顺便再把你手里这个 CS 带着。你可不能轻饶了他，我们帮你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大哥，我们家里还有事儿，太晚回去家里人该着急了，联系不上我们该报警了。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给身旁的人使眼色。季伯达见状也捂着腹部上前。是啊，大哥，我们真的不能在这儿陪你了。我这刀口刚刚在火车上就疼得要命，我现在就得去医院检查检查。身旁也不停传来同车厢人的要离开的声音。大哥，赶紧放我们走吧，小姑娘都给你想了办法了，让你赶紧送你老婆去医院，再带着那个混账东西离开。你把我们扣押在这里，算怎么回事？是啊，赶紧放我们走，不然我们要报警了。那男人不言语，冷着脸剜了他们一眼，随后朝着那个大姐走了过去。他弯下腰，语气瞬间变得温柔了许多。玉婷，是不是要疼死了？你放心，我已经叫公司的医生过来了，我知道是谁弄伤的你了，这次的事情肯定不能就这样算了。男人满眼疼惜地看着大姐腿上的伤口，眼底的疼惜逐渐转化为愤怒。他一把把我扯了过来，狠狠地按在了那大姐脚下。后面的事后面再说，先跪着给我老婆道歉。他语气愤怒，将我按在大姐脚下。也许还是疼，那大姐依旧闭着眼睛没抬头看我。身后的柳如烟愈发的不安了，她上前一步，用手掌轻轻推了推那大哥。大哥，大家和你说话你怎么不理呢？我们家里还都有事儿，你不能就这么囚禁着我们吧？你这违法了。他语气急切，推了推洪刚，伴随着柳如烟开口，那群人纷纷凑上前，语气也不似刚刚那般客气了。对呀，你总不能把我们扣在这里一辈子吧？我们还要回去过日子的。你老婆不是没什么事儿吗？赶紧带着她去医院吧，别在这里磨蹭了。你再不放我们走，我们真的要报警了。身旁的男人猛地从地上窜起来，找到刚刚说要报警的那个男人，抓住他的衣领，就朝身后的墙上砸了过去。报啊！现在就报！我今天倒要看看，在我宋洪刚的手里，还有谁敢报警！宋洪刚抓住那人的衣领子，疯狂地在墙上摩擦，伴随着一阵凄厉的哀嚎声。那群壮汉见状，立刻缩紧了圈子，把这群人围得更紧了。洪刚，你有事跟人家慢慢说。躺在地上的玉婷姐也许是听到了人的哀嚎声，试图要在地上坐起来。我见状想要上前扶，但小腿处瞬间传来一阵钻心的刺痛，情不自禁的就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玉婷姐正在起身的动作突然就僵住了，她一把抓住身旁的栏杆，拼了命的从地上坐了起来，看着我发出了一声惊呼：小伙子，是谁把你伤成这副样子的？这尖锐的嗓音惊动了宋洪刚，他快速朝我这边一路小跑过来，一把把我推到了一旁。是我伤的，玉婷，我知道你善良，但他在车上抢了你的座位，这件事不可能就这样算了。今天我不管他跟你说了什么好话都没用，我非得让他知道欺负我宋洪刚老婆的下场。玉婷姐瞬间就变了脸色，挥起拳头就朝着宋洪刚砸了过去。你胡说八道什么呢？火车上就是这个小伙子给我让的座。他挥拳砸向宋洪刚，边砸边怒吼。宋洪刚一脸震惊地看向我，随后拉住了玉婷姐的手。老婆，你别替他说话了，我知道你肯定是看他一个年轻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可他抢你座位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不容易呢？我不管，今天这事儿你说啥都没用，我心疼你，不能看你受这样的委屈。啪，一巴掌落在了宋洪刚的脸上，车上那个满脸窘迫羞涩的中年妇女瞬间就变了样子。宋洪刚，你是聋了还是傻了？我说是人家给我让的座位，你没听见啊？将近2米的汉子挨了一巴掌，竟然笑了。信了，这次信了，这才是我老婆呢。那你说，老婆，到底是谁欺负了你？你们那趟车下来的人我都没让走，我就怕出现什么突发情况。你快看看老婆，到底是谁？话音刚落，
被围住的人群中就传来一阵骚乱。柳如烟拉着季伯达的手，把推开了身前的壮汉，抬腿就跑。这一跑不要紧，玉婷姐的目光顺着骚乱的地方看了过去，在认清是谁之后，朝着宋洪刚摆了摆手。洪刚，你不是问到底是谁抢了我的座位吗？就是跑的那2个。他指向逃跑的柳如烟和季伯达。宋洪刚迅速转身，厉声吩咐了下去：把他们2个给我拖回来！即便柳如烟和季伯达再年轻，也敌不过训练有素的保镖。他们还没等跑出1米远，就已经被2个保镖一脚踢倒在地，拎着衣领拖了回来。原本被围在中央的那些人，看到眼前的场景被吓坏了，纷纷上前央求玉婷姐：大姐，求求你，让你老公把我们放了吧，我们家里还有事，真的不能再耽搁下去了。是啊，大姐，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大过节的你就别和我们计较这么多了，好不好？看着这些央求玉婷姐的乘客，我突然就想到了他们在车上冷眼旁观的样子。原来这世上最不能直视的还是人心啊！想必玉婷姐也是想到了这些，任凭他们央求着，也不开口回话。宋洪刚注意到这里的情况，走了过来，俯下身来问玉婷姐：老婆，这帮人是什么情况？一群冷眼旁观还爱说风凉话的路人罢了。算了，让他们走吧。宋洪刚看着面前的人，眼底闪过一抹寒光，走到一旁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就下令让这群人离开了。眼看着天色逐渐暗下来了，宋洪刚叫来的医疗队也到了。他一脸歉意地走到我身旁，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小伙子，伤到你是我的错。你放心，今天让你受的苦，我宋洪刚千倍百倍地还给你。他深深鞠了一躬，说着就拿起匕首。我被他的行为吓坏了，万万没想到他说的还给我就是这么还。我想要上前拦，但被玉婷姐一把拉住了。别拦他，他犯了错就该受到惩罚，不然我也不能放过他。他皮糙肉厚的，你放心。他拉住我，看着宋洪刚，可我眼见着玉婷姐已经流下了心疼的眼泪。宋洪刚拖着伤腿，和我还有玉婷姐上了一辆车，让人压着柳如烟和季伯达上了后面的车。一路上，玉婷姐让所有的医生都围着我的腿转，一遍遍地问医生：麻烦问一下，小伙子的腿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医生，这么深的伤口是不是会留下好大一道疤啊？医生看着玉婷姐一遍遍地回他：没关系的，大嫂，家里的医院都会给处理好的。疤的确是能留下，但家里医院的医美部也能帮着处理。没成想玉婷姐突然就发了脾气，她转过身，一脚就踢在了宋洪刚的伤口上，随后再次一巴掌就朝着他脸上扇了过去。宋洪刚，我告诉你，过你10000次了，做事情不要冲动，不要冲动。人家小伙子好好的给我让座，结果给自己惹上了这么大的麻烦。看看你公司养出来的好医生，一口一个轻飘飘的没事，人家小伙子不疼吗？人家小伙子去做医美不麻烦吗？真是混账！宋洪刚眼底尽是散不尽的歉意，弯下腰向我一次次的道歉。对不起，老弟，是我的错，我老婆打得对，你放心，你这条腿我宋洪刚负责一辈子。宋洪刚拖着伤腿和我还有玉婷姐上了一辆车，让人压着柳如烟和季伯达上了后面的车。别墅区后面就是宋家的私立医院，我和玉婷姐在医院里养了整整1个月。出院的时候，小腿就和当初没有受伤的时候一样好。玉婷姐看着我恢复如初的小腿，哭着长叹了口气。还好你的小腿恢复了，不然这件事大姐怕是要记挂着一辈子。宋大哥为我和玉婷姐亲自下厨准备了晚宴。吃饭的时候，他看着我顿了一下，良久方才开口：弟弟，那2个 CS 大哥还等着你去处理呢。你嫂子一直不让我和你说，但我觉得这毕竟是你们之间的事儿。那小姑娘应该是你女朋友吧？可她第一时间就把责任推在你身上，真不是好东西。你看看，你要是不想处理，你就给大哥一个意思，大哥帮你去办，免得脏了你的眼睛。玉婷姐正要开口，但被我拦住了。我看着宋大哥，缓缓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我去。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我看到了狼狈不堪的柳如烟和季伯达。看到我的一瞬间，柳如烟连滚带爬地爬到我脚边，一把就抓住了我的脚踝。对不起，小雨，是我的错，我也是一时着急才说的是你。我想着伯达受伤了，我得先脱身带着伯达去医院。我知道错了，小雨，这大哥说，只要你肯原谅我们，就会放我们出去。小雨，看在咱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你就让大哥放我们出去吧。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给季伯达使眼色。季伯达见状，也踉踉跄跄地上前，跪在我脚下，不停地磕头。是啊，宇哥，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就算我做错了，但看在如烟的面子上，你就让这个大哥把我们放了吧，好不好？看到柳如烟和季伯达的这一刻，我才真的意识到了宋家在当地的实力。莫名其妙的失踪了2个年轻人，我不相信他们的家里没有找过，可宋大哥竟然能把他们关在这里关了1个月，外面还一点风声都没有。想到这里，我彻底放下了心，我朝着宋大哥摆了摆手。哥，我累了，这里就交给你处理吧。
别管是谁，在我这里都没什么面子。玉婷姐说的没错，犯了错就得受到惩罚。我刚刚转身离开，身后就传来一阵震天响的爆鸣声。次日，宋家废弃工厂爆炸的消息就上了头条，新闻里清清楚楚地讲着，一对没有看标识的年轻情侣擅自闯入废弃化工厂，在化工厂进行野外烧烤，导致了爆炸。小情侣的身份很快就调查清楚了，一个叫柳如烟，一个叫季伯达。工厂虽然是废弃的，但是半年前，宋总在化工厂里面储存了价值1个亿的首饰，在这一场爆炸中尽数被毁。柳如烟和季伯达的家人要面临巨额的赔偿。3年后，我在玉婷姐的公司任职，做到了销售部总监。某个下班回家的傍晚，我吹着晚风，突然就想到了上一世柳如烟买了站票，带着我坐高铁的那一天。